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我是任，你敢相信吗？就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3月，全球最顶级的富豪圈子里发生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资金大逃亡。一名在新加坡专门负责私人财富的律师透露，他手头那20个原本常驻迪拜的大客户，竟然有超过1/3的人在短短几天内就拍板决定把人均5000万美元的资产全部撤出迪拜转投新加坡。这可不是几百万的小打小闹，这是几十个亿的现金流在跨洋狂奔啊！大家可能觉得迪拜不是一直以避税天堂和土豪乐园著称吗？怎么突然就不香了？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真相，在绝对的生存威胁面前，那点省下来的税钱是根本不值一提。随着海湾地区局势的剧烈动荡，那些曾经被迪拜免税政策吸引的外国企业家，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安全还是安全。现在的全球财富正经历一场名为质量迁徙的巨变，资金就像有灵敏嗅觉的动物，正成群结队地离开那些不稳定的阵中，涌向像新加坡这样拥有黄金标准监管的避风港。这种抢滩登陆的紧迫感是嘿嘿，简直要把新加坡的注册门槛都踏破了。这不是简单的资金搬家，这是一场关乎财富治理权的全球大转移。而新加坡正稳稳地接住了这波泼天的富贵。长期以来，大家提起迪拜，想到的都是帆船酒店、零税收和极致的奢华。那种中东安全港的模式，让无数投资人觉得那里是永恒的世外桃源。但就在2026年初，由于地缘政治冲突的火星剑道，了迪拜国际机场和豪华住宅区，那个曾经坚不可摧的幻象，在一夜之间彻底崩塌了。大家看这组数据有多惊人，迪拜金融市场指数在恢复交易的第一天就暴跌了 4.7%， 整周跌幅竟然高达 9%。 这种剧痛是及时的，也是毁灭性的。以前大家觉得迪拜是财富的终点站，现在大家发现，如果你的邻居不稳定，再豪华的庄园也可能变成危房。更复杂的是，迪拜长期以来还是某些国家的经济肺泡，去年非石油贸易额接近300亿美元。这种深度捆绑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制裁或封锁降临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风险，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这种恐慌直接成了资本转向新加坡的助推器。投资者们开始意识到，避险不能只看账面上的税率，更要看背后的地缘安全边际。当迪拜在为局势焦虑时，新加坡却凭借其与亚太市场的深度连接和稳如泰山的法治体系，成了全球资本眼中唯一的救命稻草。虽然金融资本在往新加坡跑，但我得给这份乐观泼一盆冷水。新加坡真的能在这场危机中全身而退吗？别忘了，新加坡虽然是金融巨人，但在能源上却是个脆弱的少年。它 95% 的电力都靠进口天然气，而其中近一半竟然都来自卡塔尔。想象一下，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能源的咽喉被封锁，会发生什么？2026年3月初，新加坡的液化天然气燃料价格去除下稿计，直接飙升到了每公吨1169美元，单周涨幅高达449美元。这种天价成本会顺着电线传导到每一个家庭，传导到玉郎岛上的每一个化工巨头。新加坡之所以现在拼了命地投入300公顷土地去研发氢能、氨能等绿色方案，就是因为他深知，如果不能摆脱对中东化石燃料的路径依赖，自己的命门就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这种在危机中的焦虑与转型，正是新加坡在不确定性中求生存的真实写照。当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变得不再安全，全球的海运船只被迫绕到好望角，这看起来是增加了航程，但意外的，新加坡这个全球最大加油港和转运中心地位反而变得更加不可替代。2024年，新加坡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经冲破了4112万箱的历史记录。那种百舸争流的场面确实让人感叹其运营韧性。但是别光看热闹，看看那高得吓人的保险费吧。由于地缘风险升级，战争险费率竟然暴涨了 1000%。一艘价值2-3亿美金的邮轮，跑一趟的保费能从6万多
美金直接飙到750万美金。这多出来的钱谁付？最后都会变成你买的每一件商品里的溢价。全球供应链正在变得碎片化，曾经顺畅的物流网络，现在到处都是昂贵的关卡。好在新加坡早有准备，现在的图斯港 Tuasport 已经是 AI 满地走了，11个智能泊位利用大数据预测船舶到港时间，硬是在一片混乱中维持住了秩序。这种强大的科技防御力，让它在面对全球贸易流量的非对称收缩时，依然能站得稳、接得住。但这种繁荣背后，其实是全球经贸体系在阵痛中挣扎的产物。在传统金融和物理物流都面临冲击的当下，新加坡抛出了一张王牌——新加坡 Nexus 计划。这可不是简单的技术平台，它简直就是数字时代的避险大使馆。在这个计划下，通过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理赔速度从传统的半年甚至1年，直接缩短到了48小时以内。这种闪电理赔对那些跨国企业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在2026年这么动荡的环境下，资金流动的速度就是生命线。现在很多顶尖的家族办公室已经开始利用资产代币化技术，把原本搬不动的私人信贷或房产转化成数字资产，在全球局势变天的时候，几秒钟内就能转移到新加坡受监管的托管系统中。这种资产的可移动性成了现代富豪们最核心的防御工具。虽然新加坡的3大本土银行新展华侨大华在这次动荡中表现得像定海神针，不良贷款率低得吓人，但我们也得看到邻居们也在发力。泰国推出了针对数字产业的 FastPass， 试图分一杯羹。虽然新加坡目前的防御力依然是亚洲最强，但全球避险资本的涌入并不能完全抵消贸易成本上升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这场数字保卫战才刚刚进入最激烈的下半场。说了这么多，大家发现了吗？迪拜金融圈受到的威胁绝对不是远在天边的故事，它通过全球的银行系统、能源网络和数字协议，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深深交织在一起。在这场2026年的资本大迁徙中，新加坡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了逃离的财富，更是主动通过制度创新，把自己变成了全球资产的压舱石。但这场危机也给我们敲响了最沉重的警钟，在未来的世界，财富安全将不再取决于你把金条藏在哪个地库里，而取决于你的资产在数字化、法治化的网络中流动的速度有多快，合规的广度有多大。物理世界的混乱也许无法完全避免，但智慧的治理和前瞻的布局能让我们在风暴来临时依然握有一份从容。其实就是全球财富治理模式大转弯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充满变数的2026年，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该思考，如果环境改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移动性和安全边际，去保护我们多年积攒的果实。面对这场全球财富的重新洗牌，你是选择守在原地，还是去寻找那个能让你安心的质量出口？那么面对这种全球财富的大洗牌，行款来世，你认为下一个能够承接这些顶级资产的避风港会是哪里？或者说在安全与收益之间，你会如何投下自己的一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我是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